其实我们之中也有元婴修士坐镇，就是适才跟你提过的偃月宗的旧师。偃月宗？是。我与你师父在七派当中有2位共同的好友，一位是清虚门的浮云子，可惜为了救魏娘和宋蒙，不幸死于魔道之手；另一位便是适才跟你说过的偃月宗的南宫道友了。他可是天南之中少有的不到300岁便结成元婴的修士，为人最是嫉恶如仇。此前听说你们被魔道追踪，下落不明时，他还曾亲赴魔道腹地寻找，不过看来是没有遇到你了。南宫婉，是他。就没有什么南宫平，是吧？韩立。不瞒诸位，其实这位南宫婉确实与我相识。韩立当年受过他不少恩惠，奈何实力低微，无以为报。如今又提到他名讳，难免心中有愧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他向来就是喜欢助人不求回报的性子，如今结姻成功了，更是不惜大耗心血资助我们，才能让我们在这偏远的风源国立起这庇护之所。说的是。那这位南宫道友如今身在何处啊？我应当去拜会一番，以全当日相助之恩。那韩师弟，你可得快点了，3个月后他就要与化翼门的魏离尘长老举行双修大典了。若是去晚了，恐怕就只能讨杯喜酒喝喽。双修大典，化翼门向来指9国盟牛耳，其宗主便是天南3大修士之一的魏无涯。这魏离尘乃是魏无涯视如己出的子侄，以堪堪300年结成元婴，可算是天南年轻一辈中少有的奇才。此2人门第修为资质相当，此番结成道侣，已然成为9国盟修仙界的一段佳话。届时各方势力齐聚，定会办得十分隆重。若我们的事有第3个人知道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我不会和别人说的，我会守口如瓶的。日后你若遇到危险，韩立一定前来帮你。你以你炼气期的修为，能保护我吗？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。不过，这位南宫前辈也是有意思，以前还经常来帮我们镇场子。不想传出婚讯之后，他有小半年都没有来过了，连传信都没有。师伯与他交好多年，连喜帖都未曾收到。南宫婉，骄傲如你，怎会接受这种明显的联姻？还是说，韩师弟啊，想那么多做甚？若有疑问，见面问清便是了。如今你可是堂堂的元婴修士，这偌大的天南，何处去不得呀？说的是。看来是时候去见上一面了。那便去吧。北凉国玲珑山。纵使是宗门联姻，作为多年老友的洪福，也不至于连喜帖都没有。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南宫婉啊，南宫婉，
想不到你贵为元婴修士和一派太上长老，也要受此摆布。看来促成此事的幕后之人，颇有一番手段呢。会是那位魏无涯吗？还真是挺会吃的。哎，主人，我已探听清楚了，此人呢，便是负责山下采买糕点的外门管事。若是要混入山门，以此人的身份遮掩，最为稳妥。不过话说，这偃月宗欺人太甚，主人，我们去砸场子救人吧。哎，毕竟是别人的地盘，看情形再说吧。不过若是此事真有隐情，那便到了履行我当日承诺的时候了。这要是能像画本里那样，大婚之日，主人当着偃月宗华夷门还有9国盟的一众元婴修士，神兵天将霸气登场，堂堂宣称这是我的道侣，然后放出什么虫子呀、猴子呀、神雷呀、冰月呀，再带上南宫仙子大开风雷时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噗一下遁走千里，徒留那魏离尘在原地捶胸顿足的，那主人可就名震天南了。名震天南呐，自绝于天南还差不多。你当那魏无涯的面子是纸糊的，随便谁都可以踩一踩。以后可少看见画本吧，会变笨的。就知道主人不会这样做的，那人家想象一下还不行吗？不过，若是能趁着那魏离尘离开宗门时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消失掉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我就随口一说，他竟然真的认真考虑了。完了完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就是开玩笑的。主人，你冷静一下，咱可真不能这么做啊！不过让一向谨慎的主人如此乱了方寸，这南宫仙子不知是何等人物啊？谁方寸乱了？休要胡说！眼下还是先登上这玲珑山再说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玲珑山这名字还怪好听的。玉儿，你是要去南宫师祖那儿吗？是，宗主。他近来如何？南宫师祖近来就是钓钓鱼、煮煮吃食、写写画画的，除此之外一切安好。那就好。他这性子最是闲不住，这些时日倒是苦了他了。那他可有说些什么？回宗主，师祖并未说什么。他还吃这些点心吗？是，宗主。每2日，膳房会从山下城镇置办些师祖爱吃的糕点，着外门管事送来，师祖会全部吃掉。好。若这几日他与你说些什么，算了，你去吧，好好照顾你师祖。是。
无事便好。此番算是师姐欠你的。启禀宗主，特使大人已入北凉国。知道了，我自去迎接。是。贵客，这偃月宗还蛮上心的，这么大阵仗引荐，多半是此次联姻的幕后之人来了。师姐，你看啊。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一切从简便好。是。宗主，九国盟副盟主亲自登门，我偃月宗又岂能失了礼数？宗主有礼了。惠宗100年来励精图治，这玲珑山如今也是别有一番气韵呐。哼，吴宗主谬赞了。此北凉国地处偏僻，与贵宗治下的桑渊国不可同日而语。这日后还望贵宗多多提携。吴宗主，请。这幻形诀当真好用，现在就连元婴中期的修士都无法发现破绽。北叶宗，似乎是一群苦修，颇为神秘。不过幸好不是那魏无涯亲至，不必直面元婴后期修士了。南宫师祖，弟子把糕点给您送来了。南宫师祖，南宫师祖，难不成？这家有长进啊，卖相越来越好了。蜂蜜放的太多了，加点桂花更好。师祖恕罪，弟子唤了师祖多次，未见回应，才贸然闯入，不是有意要窥探师祖的。无妨，东西放下，回去修炼吧。是。玉儿，你是要去南宫师祖那儿吗？他近来如何？师姐还真是的，为难这些小弟子做什么？看把人吓的。唉，不过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吓唬别人就是了。堂堂一个太上长老，连自己屋子都出不去。启禀宗主，特使大人已入北凉国。特使？难道是花一门的人？
正好他下的禁制也被我解决的七七八八。困心咒。话说，哪有师姐给自己师妹下什么困心咒的？好，你做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。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唉，我也不能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啊！这玲珑山上下，指不定埋了师姐多少眼线。今天好像是送新糕点的日子，有了。嘿，师姐多半以为靠这护山禁制就能困住我，幸好当年缠着师傅，把这护山大阵的上上下下都琢磨明白了。有所忌惮的，也就是这困心咒了。趁师姐忙着，先逃远点，再来慢慢解吧。没想到，这素女轮回诀练到元婴期，还有如此秘术，幻形之术确实能以假乱真了。路上别碰上正主就好。这东西飞得还真是慢。前方有人。袁坤师侄，你怎么来了？眼下可不是你当值的时辰啊！两位师叔，这不咱家那位祖师啊，点名了要吃这个新鲜的芙蓉栗子糕，晚辈就去山下采购了一些，即刻就送来了。玉师姐约莫这时辰也快到了，你先去偏殿候着吧。不要随意走动啊！宗主有令，任何人不能打扰南宫长老。是。去吧去吧。好。辛苦啊！辛苦。这孩子资质不怎么样，倒是挺努力的。此女多半就是那位玉师姐了。见过玉师叔。也不知道这两人关系如何。你怎么才来？还是恭敬一点吧。祖师想吃的糕点十分抢手，小的刚置办完，这就给送来了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东西给我，你回去吧。好生麻烦，不如将此人打晕算了。此女多半知道南宫丸所在，不如将其制住，想办法问出来。不过得小心些，控制下力度，不要惊动了旁人，别闹出太大动静了。就这么办。你究竟是何人，敢擅闯偃月宗重地？你又是何人？冒充玉师侄，意欲何为？休要胡搅蛮缠！若是阁下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可要发出示警了。到时引来全宗上下追杀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哼，示警？眼下怎么看也是阁下的问题更大吧？若真是引得人来，被全宗追杀的还不一定是谁呢。你说是吧？你究竟是谁？久违了，南宫丸。怎么是你？
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认错人了。哦，是吗？那阁下莫非是南宫和，亦或是南宫蝶当面？你，我说过，若是有朝一日你遇到了危险，我定会来帮你。帮我？你当我是你什么人？要来帮我？那当初你又为何深入魔道腹地，去寻我？你算了，既然你都来了，倒也不急于这一时了。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随我来吧。这都没来得及收拾，是才走得匆忙，乱了些，凑合坐吧。为何一直看我？我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了吗？不曾啊。那就好，还当是功法的原因呢。200多岁的元婴修士，还是个伪灵根。你这修炼速度也太过于匪夷所思了。若不是认识从前的你，换做谁说我都是不信的。要论道心之间机缘之后，放眼天南，恐怕也是无出其右。这也没这么夸张吧，都是机缘巧合罢了。是啊，我们200多岁的元婴老祖，还是落云宗的新晋长老，甫一上任，就夺了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弟子做侍妾。起初还以为是某个同名同姓的，打听下来真的是你啊！此事其实另有隐情，你听我说。你一消失就是这么多年，了无音讯，我还以为你已经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，还在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把你带回偃月宗。后来不管如何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，才用了100多年去忘掉你这个混蛋，这才得以顺利解应。现在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要我听你说。好啊，你说，我听。其实当年一别之后，我便去了一处极其遥远之地。后来也是历尽艰险才能回到天南。之前，并不是我不想来见你，而是……什么？你说过，我们的事绝不能让第三人知晓。况且这些年，我也惹了不少强敌，在还没有自保之力前，贸然出现在你面前，与你与我都……总之，我做不到。不用多说了，你心中所想。从当年你拒绝来偃月宗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你有现在这样的成就，定然是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坚持。
这一路走来，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若换了是我，未必能做得到。而且，你还是来到我面前了，以一个元婴修士的身份，不是吗？对了，你刚刚不是要逃吗？这双修大典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真的打算与那人？怎么？若我说没有，你打算不惜得罪偃月宗、华义门，乃至整个九国盟，也要带我走吗？是。先前我并不知道你处境如此艰难，如今我知道了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无视你的意愿，逼你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你不喜欢的事。何况，我们现在是有能力拒绝的，不是吗？那个魏离尘是何许人也？他，数年前一次讨伐魔道时认识的。此人虽说有些本领，但是为人倨傲，徒有其表。我从未对他假以辞色，没想到他竟恬不知耻地纠缠上我，并在一连数次被我拒绝之后，以宗门入盟的名义，请出他叔叔魏无涯找上了我师姐。师姐先是以师父的养育之恩、门派之重劝说于我，见我坚决不允，他竟趁我功法轮回虚弱之际，突然出手将我困住，还下了数道禁制。后来的事情，你也都知道了，无非就是昭告天下，大摆筵席，想将事情做实。到时即便是有名无实，他们的目的也算达到了。你这位师姐，竟然用如此手段对付你？是啊，堂堂的元婴修士，竟然要为了门派去和亲。不过，师姐也有她的苦衷。毕竟偃月宗失了旧地，眼下寄人篱下，的确也不能开罪了华义门。哼，又是这套说辞。不过，看来他还是低估了你啊。不错，那些普通的禁制已经被我解决了七七八八，唯有那困心咒有些麻烦。不过，只要我们脱离了师姐的探查距离，再慢慢去除，也就无妨了。适才我正打算偷偷溜出去的，谁知遇上了你，计划都被打乱了。你说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200多岁的韩老祖，虽说像适才那样偷偷溜走也是个办法，但若是能设法擒住下咒之人，这困心咒当是可解的吧？既然我们下定决心要走，那便杜绝后患之后再走吧。副盟主此来，可是为了南宫师妹与魏长老之事？南宫长老兰心蕙质，魏长老天资卓绝，以后偃月宗和华义门休戚与共，想必魏盟主也是乐见其成的。自100余年前我宗迁来此地，已数次向贵盟自请正式入盟，却未得应允。此番借着南宫师妹与魏长老结缘之际，偃月宗入盟之事，可否再进一步？惭愧惭愧，并非是九国盟怠慢贵宗，实在是入盟之事需盟内诸宗一致同意，方能得行。这也是九国盟立盟之规。不过宗主宽心，本人此来也是受魏盟主所托。
盟主坦言，这次他之所以应下这门婚事，所看重的不仅是贵宗的实力，也有南宫道友的心性作为。南宫师妹的心性作为，正是。南宫道友在这边境地界收容散修，救助凡人，打下好大名声，在旁人眼中许是多此一举，但魏盟主却颇为认同。因此，贵宗提出的入盟一事，他愿全力支持，并说服其他宗派。这次倒真是沾了他的光了。此外，魏离城魏长老将以南宫道友道侣的身份正式加入偃月宗，担任客卿长老一职，相助贵宗。此言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得此厚遇，本宗必不相负，仅待全宗上下拜谢魏盟主。如此甚好，此间事了，吴某便不久留了。宗主恕罪，吴某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副盟主但说无妨。魏长老有华义门为后援，南宫道友则是贵宗栋梁，威望宿助。二人若是珠联璧合，掌门就不担心大权旁落吗？若他二人真能带领偃月宗走向强盛，莫说是这宗内权柄，便是要令妾身让出尊位，亦无不可。师父，您说我做的对吗？只能委屈你了，师妹。既然师父将宗门托付给我，我一定要让他强大起来。这种禁制，当年师父只传给了我，没想到头一次用，却是用来对付师姐。湖外有宗门大阵隔绝气息，倒也不怕动静太大了，便在此地布置吧。多年不见，他在阵法之道上着实下了不少功夫，足以登堂入室了。还有这些灵虫，看上去也颇不好惹，加上适才感知到的那股磅礴神识，看来他这元婴修士的身份还真是名副其实啊。主人，你怎么被赶出来了？是不是惹南宫姐姐生气啦？此番要对付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元婴中期修士，出不得纰漏。这东西你拿去。紫成东，主人放心，银月保证完成任务。
看来某人是恢复好了，都有闲心看戏了。谁看你了？我只是思前想后，还是无法理解师姐的做法。从前她与我最是亲近，可自从师父作画，她当上偃月宗宗主，一切就都变了。万事万物的传承兴衰，都自有规律，本就强求不来。纵使他有千万种理由，但将希望寄托于这种事上，也只是扬汤止沸，缘木求鱼罢了。是啊，管他呢。这种不惜卖师妹也要上位的宗门，早就失去应有的模样了。好啦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我已在岛内布下数道阵法，你只需将他引来，再以你那护宗大阵将他困住，我们出其不意的将他制住，让他解咒便是了。不过，你就没想过顺势控制偃月宗吗？如此一来，倒也不用逃走了。那可不行，我从来没有什么争权夺利的心思，只要别逼我嫁给什么莫名其妙的人，或者下什么奇奇怪怪的禁制就好了。既如此，若此番一切顺利，你要不就跟我回落云宗暂避风头吧？这眼看与木兰人开战在即，就算那魏无涯再怎么偏袒自家子侄，也不会轻易得罪天道盟和我们两位元婴修士吧？还是你心眼子多。这是吹的什么风？他竟然主动要见我！师姐，进来吧。关于那件事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婉儿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师姐，你说若是师父他老人家还在，会怎么想呢？婉儿，眼下这大战将起，九国盟急需援手，朕可借此机会与华夷门联盟，扩大势力。我答应过师父，偃月宗势必要实现复兴。唉，所以就要我来付这个代价？婉儿，别耍性子了。你可知，这魏长老对你可是用情至深呢？他为了你，甚至愿意加入偃月宗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那个登徒子，自己嫁去啊。婉儿，我知你心中不平，但此事已昭告天下，没得商量。话说，你今日寻我来，就是要说这些话气师姐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只是在等禁制激发。好啊，你算计师姐。婉儿，此人是谁？不过是一件散修罢了，不足挂齿。哼，这是我偃月宗门内之事，道友还请莫要插手，免生事端。倒是你婉儿，你真的要逼师姐用这困心咒吗？
师姐就莫要危言耸听了。你若真对同门用了这困心咒，纵然我要受制于你，但你又不能杀了我，你就不怕日后传扬出去，遭到门内非议，同道唾弃？道友，还请解开此咒，我们会就此离去，不为难你。南宫婉，这是你选的。师姐是认真的，她向来很认真。不想伤你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行啊，出血刺，就此罢手吧。师姐，休想！继续攻击，别给他发动困心咒的机会。准备很久了吧？禁止法阵，明光宝印，此乃师祖的成名宝物，号称无物不地，最是难缠。看来青宁镜便是仿着此物所制。去！帮我牵着他一会儿。轮回神光，你真想与师姐拼命不成？师姐不想拼命，就放我走，如何？事到如今，又何必多此一论？不会让任何人阻碍偃月宗的复兴，纵使你也不行。小心！
身上为何魔气如此之盛？快住手！你会被魔气反噬的。不劳你费心，此物的弊端我比你更清楚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此事当真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道友，自你在他身上种下困心咒之时，此事便再无转圜了。魔剑凶恶势，在下劝道友还是不要将其视为倚仗的好。倚仗，看来你是铁了心要插手了。先让你死！快闪开！韩立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轮回圣光再起需要时间。没事，继续。这血色剑袍，好重的魔气。怎么可能？魔气竟然被驱散了！该我了。还不够吗？再来！师姐，你败了，放弃吧，休想！不好，走不了。看了这么久，总算该我了。
里都所剩无几啦。主人，主人！婉儿师妹，孙师姐求你回头吧。若得不到九国盟和华夷门的帮助，颜月宗的复兴便再也没有希望了。你当真要眼睁睁地看着师傅的心愿化为泡影吗？师姐，你低下头看看如今的自己吧。这还是我们师父、师祖，还有宗内的前辈们当年不惜与魔道决裂，也要创立道统的偃月宗吗？明月悬于高天之上，辉清四野，彻照万方，是为高士之友。有子之望，盈亏明晦，怀古照今。这首《偃月赋》还是你当年所作，其中的义气，师姐已然忘了吗？我错了吗？月，固有阴晴圆缺，又何必不择手段，取义求全？至于婚约一事，恕难从命。哪怕是那魏无涯亲至，我也还是这般说法。罢了，走吧。从此偃月宗上下与你再无任何瓜葛便是了。小心！主人，我去周遭警戒一番。万年灵乳，这是救命的，无需浪费。我已无大碍，缓一下便好。这邪物是师父传给师姐的，本意是让她好生封印，没想到她不仅用了，还沉浸得如此之深。莫非她性情大变，就是受此物影响？事情走到这个地步，也是她一意孤行所致。若是真放心不下，日后对偃月宗的弟子多加招抚一二便是。困心咒总算解除了。这是一模一样，这倒是稀奇了。我这一指是在苍坤上人的遗迹所得，没想到是个成对之物。这指环、魔剑、苍坤上人，这其中究竟有何联系？苍坤上人，就是那个传说中唯一能从坠魔谷全身而退的老怪物。莫非这指环、魔剑都是他从坠魔谷中带出来的？兴许就是如此了。真不愧是天南第一兄弟，随手带出来一件东西都如此邪门。可此物为何
会出现在师姐手上。这些东西过于凶险，看来也只有你那辟邪神雷可以稍作克制，还是你收着吧，但千万小心，可别入魔。师姐，婉儿走了，我们走吧。从小到大，在宗内几百年，如今要被迫离开，还真是有些不习惯。你笑什么？只是突然想到，若是我那2位师兄得知，这宗内又要平白多出一位元婴长老，怕不是做梦都要笑醒了。居然能容得下你这样来路不明又心思深沉的元婴散修，我倒是也想见见落云宗那2位师兄了。不过出发前，我还得先去安顿一些人。你说的是洪福师伯和他收留的那些人吧？嗯，我与你一道去。好。